美國做夢也沒有想到，橫行霸道200年卻被一個小國指着鼻子罵，就算自己掏心掏肺的支援，還要被他當眾威脅打臉。這個國家呢，就是以色列，怒懟聯合國，威脅全世界，就連和他站在一起的美國也遭到無妄之災。巴以衝突以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然代替了澤連斯基，成為了對西方頤指氣使的新酋長。可西方的鼎力支持，卻並沒有讓以色列順風順水。加沙久攻不下，總統之子失蹤，原本得心應手的治安戰，硬生生打成了绞肉機。一邊是外資的瘋狂逃離，一邊是國際輿論的反對，氣急敗壞之下，以色列總理甚至直言，如果以色列出事，那麼下一個輪到的就是美國和歐洲，試圖將整個西方拉上以色列这艘大船。事實上，這也不怪内塔尼亞胡狗急跳牆，因為從以色列成立以來，這個國家的屢戰屢勝，與其說是武德充沛，倒不如說是援助依賴症。中東霸主以色列打埃及滅加沙，打遍中東無敵手，竟然靠的並非是自己的真本事。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中東的伊斯蘭國家在英國的支持下對以色列發動進攻。當時的以色列剛剛建國，一窮二白，面對中東國家的圍攻，以色列可以說是毫無还手之力。正在国破家亡之際，美蘇兩國的突然出手，才算是拯救了以色列的国運。无獨有偶，第二次中東戰爭，以色列的出手也得到了英法兩國的撐腰打氣。在英法兩國空軍的支援下，以色列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便佔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而要說以色列真正抱到大腿，或許還得從1967年說起。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以色列在美國的幫助下，再次重創了伊斯蘭國家，不僅將埃及的西奈半島據為己有，還將戈蘭高地和耶路撒冷全都收入囊中。可更讓以色列感到意外之喜的是，這次戰爭過後，以色列和美國徹底站到了一條戰線上。從此以後，不管是在國際政治的談判桌上，還是聯合國的決議投票中，美國總是對以色列不遺餘力的支持。據統計，光是從1946年到2023年，美國為以色列提供的資金援助就高達1586億美元。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美國提供的資金高達2600億美金，相當於以色列2022年全年 GDP 的1/2。與此同時，以色列每年還能獲得美國數以萬計的最先進的武器裝備的支援。不誇張地說，以色列洋洋自得的立國之戰，除了他們從世界各地收攏的百戰老兵，更在於各大國的鼎力支持。以色列得了一種病，一種喜歡挑釁的病。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以色列的軍事實力水漲船高，可與此同時，以色列卻沉迷於治安戰。幾十年以來，以色列的對手不是加沙手無寸鐵的百姓，便是周邊國家幾乎落後一個時代的武器裝備。這種對正規戰的忽視，也是現如今的以色列為何面對加沙這個彈丸之地，遲遲沒能打開局面的真正原因。更要命的是，以色列歷史上依靠大國幫忙的援助依賴症，如今呢也遲遲得不到緩解。拿以色列最強大的盟友美國來說，常年的去實體化，早讓美國的制造業不復當年之勇。再加上岌岌可危的國債，此起彼伏的世界局勢，都讓這個曾經的超級大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窘迫。甚至於在以色列彈藥緊缺之後，美國援助以色列的彈藥都是從原先打算送到俄烏戰場的批次中臨時調用應急。如今的以色列可以說是內憂外患，國內經濟一團亂麻，國外敵人虎視眈眈，就連往日無條件支持他的美國也面臨着熊熊民意。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以色列會主動表示攻打加沙的窗口期就剩下1個禮拜。事實上，以色列並非沒有全身而退的辦法。正所謂以和止戰，戰即罷矣。或許和平才是解決巴以衝突最有效的辦法吧。